美国舆论认为，4年前的辩论，拜登表现得过于软弱，以至于他在其后花大力气重新树立强硬人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称，为一雪前耻，近1周以来，拜登一直和他的高级顾问待在戴维营总统度假胜地，闭关进行辩论训练，直至辩论日当天才会出关。消息人士还说，拜登今年的辩论主要为完成体力和脑力2方面目标。体力方面，他要显示以其快82岁的高龄，仍能独自站立90分钟而不显疲态。脑力方面，则是要用各种全真模拟辩论训练来完成向观众证明特朗普是最糟糕选择的辩论。为了达成这一艰巨目标，甚至还有人专门扮演咆哮版特朗普。 He gave a thumbs up as he headed to Camp David for the weekend, where he'll have insults hurled at him. Attorney Bob Bauer will be standing in for Trump during mock debate sessions, yelling insults at Biden and trying to get under his skin. Playing a role, you're trying to make the experience as realistic for the person you're working with as possible. 据报道，拜登为了这次电视辩论，还启动了数字作战室。在位于特拉华州的竞选总部工作室，18名粉丝总数高达800万的网红已经就位。他们将在辩论开始之后，迅速拆条制作并发布拜登精彩瞬间的金句视频，引导公众舆论。有拜登团队人员表示，通过以往案例，他们意识到，往往走红的都是那些未预料到的不可预测的时刻。就像在2020年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中，前副总统彭斯头上的一只苍蝇成为最大话题一样，与辩论胜负无关的瞬间场景反而可能对选民产生影响。 They have they're helping him try to visualize the space. That's very important. Even all the way back in 1960, Richard Nixon didn't really have a good sense of the room in a debate. He spent too much time looking at the clock. People thought he didn't look enough into the camera, and it hurt him. 与拜登截然不同的是，特朗普在极力营造没有进行模拟考的松弛感人设。看起来他继续在各地举行竞选活动，并嘲讽拜登闭关。Crooked Joe's gone to a log cabin to study, prepare. No, he didn't. He's sleeping now because they want to get him good and strong. 特朗普团队表示，特朗普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和举行长达数小时的集会，就是为辩论做准备。曾帮助特朗普准备2020年大选辩论的新泽西州前州长克里斯蒂透露，特朗普今年可能会采取更为温和的辩论方式，因为上回锋芒太盛，反而观感不好。在私下复盘时，特朗普也承认分寸把握得不够好。不过，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仍会用极其具有煽动性的语言风格引导选民看到拜登的弱点，从而收获对自身的支持。外界注意到，拜登和特朗普之所以如此重视这次电视辩论，是因为当前两人的支持率咬得很紧，几乎不分上下。即便是极少数选民态度发生变化，也可能影响选举结果。另外，鉴于第2场电视辩论定于9月10号举行，两人在此次辩论期间犯下的任何潜在失误，都很可能难以在短期内被弥补或挽救。据美国选举信息网站真正透明政治汇总的民调数据，截至25号，特朗普在全国民调中平均领先拜登1个百分点，在关键摇摆州，特朗普平均领先3.2个百分点。约10%的选民尚未决定在今年总统选举中支持谁。有观察指出，按这样的趋势发展，今年总统选举可能以1-2个百分点的差距分出胜负，所以候选人电视辩论的重要性不容小觑。I think the base has already made its mind up, and that's a lot of people. But I will tell you a group to look out for. So about 1 in 5 voters say they dislike both Joe Biden and Donald Trump. And I think these are the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make the difference in the election. And I think that if you are Joe Biden or Donald Trump, those are the people you need to target. 需要指出的是，拜登和特朗普此次面对面交锋的地点佐治亚州也具有标志性意义。上世纪60年代前，佐治亚州常年属于民主党阵营，但在1996年之后，共和党在连续6届总统大选中拿下佐治亚州，直到拜登在2020年为民主党重新夺回这块版图。
美国媒体称，佐治亚州作为人口大州之一，拥有16个选举人席位，是今年大选的关键战场州，也是左右最终选举结果的胜负手。目前多个民调显示，特朗普赢得佐治亚州的可能性为63%。如果特朗普在面对的司法程序方面不遭遇毁灭性的打击的话，这个特朗普的有利局面会维持到最后。也就是说，电视辩论不会对这次的选举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两个人的辩论并不涉及实际的政策。当然，我们还会看到有一些变数，这就是司法程序对这场选举的影响，而辩论本身恰恰影响是相对是次要的。美国大选年迎来重头戏，东部时间周4晚黄金时段，拜登与特朗普的首场电视辩论将在 CNN 电视台亚特兰大总部演播厅揭幕。电视辩论全程直播，那么管先生，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吗？好的，主持人。那么这场电视辩论，它的主办方是 CNN。今天CNN 在网站霸屏的头条分析稿，就像打了鸡血，用尽各种大词，标题预告这是一场将以史无前例的方式来撼动白宫选举的电视辩论。那么极大概率会成为美国大选过去60多年来电视辩论史上的最关键的一场。但是呢，在我看来啊，穿越媒体舆论的炒作、鼓噪与喧嚣，那这场辩论也确实是刷新了多项纪录，创下一连串第一。首先，这是创纪录的高龄者之辩，那么年龄与衰老的问题必然会成为这场电视辩论的焦点之一，甚至是会成为攻击的一个标靶。对81岁的在任总统拜登，美国史上最高龄的总统候选人，90分钟的电视直播辩论，无论对脑力、体力与精力都是极大的一个考验。拜登是在意大利参加G7峰会，那么媒体拍照现场，他又走神出框。虽然意大利女总理与英国首相都曾经为他找补打圆场，但是拜登的老年认知梗又在网上刷屏了。死对头特朗普也曾再度拿自己2018年参加的所谓蒙特利尔认知评估测试来说事儿，喊话施压，要拜登也来测一测，要向美国人交代并且验证自己的认知能力。但是呢，其实特朗普也只比老拜登小3岁，他也年轻不到哪里去，岁月并没有饶过他。此前，特朗普在纽约出庭时犯困打盹，成为反特朗普阵营炮轰攻击他的又一个名场面。其次，这也是特殊身份之辩。那么，美国史上第一次在任总统与前总统为了竞逐下一届的总统而辩。那这其中一位呢，还是戴罪之身。特朗普在掩口费案中被控34项罪名，全部成立。下月呢，就将会量刑宣判。而在联邦政府以及州层面的另2场的这个司法诉讼也在同步进行中。拜登此前已经多次炮轰对方是犯罪分子，那么电视辩论现场更不会轻易放过了。当然了，特朗普他在反呛控罪是民主党司法迫害之余呢，他也一定会拿4年前在电视辩论时自己攻击拜登之子的这个犯罪记录来说事儿，看看当年我的指控都应验了吧。那么作为犯罪分子的爹，拜登，你还有哪一些黑料没有交代呢？所以啊，可以预料，这也注定会是一场没有下限的抹黑攻击之辩。4年前，特朗普和拜登电视辩论的相互攻击，各种辣眼睛，拜登啊就直呼特朗普要收声闭嘴。当年呢，不少美国家长都在犯难，电视辩论少儿不宜到这样一种地步，该不该、能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看呢？这次辩论当然有了很多的技术处理，打了不少规则的补丁，比如不准插话、话筒收声、聚焦话题等等。但是呢，鉴于特朗普的风格，他就是不可捉摸。那么具体收效如何，外界啊也只能拭目以待。外部世界对这场电视辩论同样高度关切，那您预判2位候选人会触及中国话题吗？可以预料，外交议程呢不会是这一次辩论的焦点，也不太可能是美国选民的优先关注。那么外部世界对这次辩论的关注，归根结底是关注谁来当下任的美国总统，关注全球第1大国它的未来的路向。日语啊，现在甚至出现了一个特定的用语，也就是假如特朗普，也就是说，如果特朗普回炉再当4年美国总统，日本将会面对到哪些个冲击？此前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大声疾呼，欧洲要保持战略自主，要摆脱所谓的多输困局。那么他所着力论述的最大的一个焦点，就是欧洲不能把自身的命运寄托在美国选民的选择之上。
那我也注意到，美媒讨论下任美国总统要面对的外交问题时，排在最靠前的一般都是俄乌冲突、巴以危机等等。但是呢，中国议题并没有缺席。《华盛顿邮报》今天刊文讨论美国新总统面对的没有容易答案的21个问题。《纽约时报》2获普利策奖的名专栏作家季思道撰文抛给2位总统候选人的一些个难题，那这其中都有涉华的议题，具体指向就是台海与南海。比如呢，季思道就在文章中向拜登追问：你已经就所谓的军事协防台湾4度发声表态了，请做出澄清确认。那么至于2位总统候选人身边他们那些个追随者的外交发声，那就更是满天飞了。曾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担纲安全事务助理的奥布里恩，近日就跳出来在权威的外交事务杂志刊文，鼓吹要以实力实现所谓的和平回归，鼓噪美中经济要彻底的脱钩。有美媒就引述特朗普前内阁高官犀利嘲讽，与其说奥布里恩是在讨论所谓的外交政策，不如说他是在作秀选美，是在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姿态来博眼球，来争宠特朗普，谋取所谓外交政策阐释人乃至未来国务卿的位置。当然了，前提条件是特朗普能够胜选。所以现在态势很清楚，一切都是套路，一切也都是政治算计。基于政治算计与选票考量，在美国大选年的这样一种权斗场景之中，反华制华是美国2党候选人他们肯定会烂打的一张名牌。那既然马克龙都在为欧洲的战略自主大声疾呼，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就更应该有这样的战略自信与定力。不管美方出怎样的幺蛾子，抛出哪些个选战套路，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儿，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也是我们应对外部竞争、反制、遏制、打压与抹黑攻击的底气与信心所在。